嘿，各位军迷朋友们，我又跟大家见面了。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 FPS 游戏里，你最怕遇到什么样的猪队友？是那种枪法描边走位梦游的，还是那种关键时刻掉线挂机的？但如果我告诉你，在现实的战场上有一把枪，它的坑爹程度比你遇到过的所有猪队友加起来还要命，你敢信吗？它的弹匣跑着跑着会自己掉下来，它的零件天冷了会自己冻裂，它还特别讨厌加班，更拒绝在刮风下雨天工作。这把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英国陆军的制式步枪 L85， 更准确的说是它的早期型号 L85A1。 因为这些奇葩的特性，被它的使用者，也就是英国大兵们送上了一个极其传神的绰号——公务员。这把被誉为世界最烂步枪之一的 L85A1， 作为在海湾战争中沦为英国国耻的武器，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一部黑历史？它又是如何逼得英国人没办法，最后让德国的 HK 公司含着泪接下这个烂摊子，上演了一出倒霉吐血的救赎传奇。话不多说，今天我就带大家好好扒一扒这支公务员步枪 L85A1 的魔幻故事。时间回到1985年，英国成了北约主要强国里第一个全面换装无托步枪的国家。L85 步枪的列装让英军看起来科技感十足。你看这科幻的外形，紧凑的结构，当时不知道羡煞了多少人。英国人自己也觉得倍儿有面子，感觉自家轻武器技术又领先了一个时代。可谁都没想到，这把枪很快就成了英军挥之不去的噩梦。它的封神之战，或者说社死之战，就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也正是在这场战争中， L85A1 的原型毕露，彻底坐实了它烂枪的名声。咱们先来看一个数据啊，根据当时的战场报告， L85A1 平均每射击99发子弹就要出一次故障。99发是什么概念？3个满弹匣都打不完。这要是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那简直就是催命符。至于它具体都烂在哪些地方，咱们一条一条说，这绝对是槽点满满。第一， L85A1 体弱多病，极度挑剔工作环境。这把公务员步枪不仅不能加班，还特别讨厌出差。你把它带到挪威，天一冷，它的导气系统和塑料护木就有可能直接被冻裂了，当场罢工。你再把它带到科威特的沙漠里，那就更热闹了。设计师不知道怎么想的，在它身上开了好多散热口和缝隙，结果这枪到了沙漠就成了一台最高效的吸尘器，沙子拼了命的往里灌，把机枪卡得死死的。英国大兵们最后被逼得没办法，想出了一个堪称战争史上最富想象力的解决方案，用避孕套套住枪口来防沙。你没听错，这事儿千真万确。一把大规模列装的制式步枪，最后得靠几便士的寄生用品来保证基本功能，这上哪说理去？第二， L85A1 的机械结构极其脆弱，浑身上下都是一次性零件。如果说环境问题还能凑合，那它自身的质量问题就真是无药可救了。它的零件突出一个脆字，比如那个小小的机针，连续射击后说断就断，毫无征兆。还有那个垃圾柄，设计的又细又长，当你使劲想把卡住的弹壳拽出来时，经常是弹壳没出来，垃圾柄先断了。更离谱的是它那个弹匣卡损，也不知道是设计缺陷还是公差太大，士兵在跑动或者卧倒的时候，弹匣经常会自己掉下来。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端着枪冲向敌人，结果跑着跑着，我弹匣呢？最后士兵们只能用胶带一圈一圈的把弹匣死死缠在枪上，这哪像是正规军，简直是现代丐帮啊！第三， L85A1 还有这堪称反人类的人体工程学设计，专坑自己人不说，它用起来也是极其折磨人。由于是无托结构，它的抛壳窗离射手的脸非常近，在它少数能正常工作的时候，滚烫的弹壳就会贴着你的脸颊飞过，但一旦它卡壳了，那高温高压的火药燃气就会从抛壳窗和机匣缝隙里噗的一下不偏不倚的呼你一脸。而且这枪对左撇子士兵是满满的恶意，如果你用左手射击，那滚烫的弹壳就会精准地砸在你的右脸上，垃圾柄在射击时还会在你脸前晃来晃去，突出一个危险。不仅如此，就这么一把破枪，你想在战场上自己修一下，门儿都没有。它的内部结构极其复杂，小零件一大堆，想要分解保养，你需要的不是随身工具，而是一整套钟表匠的专业设备。综合以上种种， L85A1 在海湾战争中可以说是彻底社死了，士兵们对他怨声载道，极度不信任。甚至有报道说，
很多英国士兵宁愿扔掉自己的 L85A1，也要去捡美国大兵的 M16用。这对于一个联合国5常之一、世界军事强国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好了，吐槽了这么多，肯定有朋友要问了：英国再怎么样，好歹也是个老牌工业强国，怎么能造出来这么个玩意儿？这背后到底是谁的锅？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就得当一回侦探，从它的诞生开始查起。其实啊，说起来也挺唏嘘的，英国人本来在步枪设计上是很有天赋的。二战刚打完，他们就搞出了一款天才设计 EM2 步枪和配套的.280 British 中间位地弹，这套东西在当时绝对是领先全球的。可惜因为美国的政治压力，为了北约弹药标准化，强行让大家用 7.62 乘51毫米全位地弹，这个天才项目就这么被扼杀了。到了70年代，小口径的时代来了，英国人又想起了自己的乌托梦，于是就在 EM2 的基础上设计了一款使用 4.85 毫米小口径弹药的新枪，这就是 L85A1 的直系祖先。注意啊，这个时候这枪的设计是完全围绕着 4.85 毫米弹药来的，结果历史又重演了。为了跟北约，主要是跟美国老大哥保持一致，英国又一次放弃了自己的弹药，被迫把枪械的设计强行改成发射北约的 5.56 乘45毫米弹药。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两种子弹的膛压、火药燃烧速度、后坐力脉冲全都不一样。这就好比你设计了一个精密的发动机，本来是烧98号汽油的，现在非要让它去烧柴油，不出问题才怪。按理说改口径就得把核心的导气系统重新设计一遍，但当时的皇家轻武器厂，也就是 ISAF 的工程师们，不知道是为了省钱还是为了赶工期，他们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粗暴的捷径，直接把导气孔钻大一点完事儿。这个操作可以说是 L85A1 所有机械问题的万恶之源。导气孔过大，导致过多的火药燃气冲进导气系统，使得整个机枪后座的速度太快，冲击太猛，直接引发了前面我们说的抛壳混乱、零件磨损加剧、后坐力异常等一系列连锁反应。除了这个先天的设计缺陷，后天的营养不良问题更严重，也就是制造环节的品控出现了国家级的崩盘。当时的英国经济不景气，政府在大搞预算削减，军工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负责生产 L85A1 的恩菲尔德皇家轻武器厂，这个拥有100年历史的老厂，当时的管理之混乱简直不堪入目。像什么生产出来的零件公差不合格了，热处理不过关了，材质偷工减料等等，一堆已读不回的大问题。最终这把烂枪把自家的工厂名声也给砸了，英国政府忍无可忍，最后直接把这个100年老厂给关闭了。所以你看 L85A1 的失败根本不是一个偶然，它是政治上的妥协、工程上的草率和制造业衰退3个因素凑在一起共同酿成的苦果。它从一张凑合的图纸开始，经过一条糊弄的生产线，最终交到士兵手里的自然只能是一个灾难了。好了，烂摊子已经摆在这儿了，士兵们天天骂，媒体天天报，这枪是实在没法用了，自家工厂也关了，怎么办呢？英国国防部想来想去，最后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隔壁的德国人。英军估摸着是翻出了100年欧洲史，指望着德国人看在昔日反法同盟的情谊上拉兄弟一把。而接手这个烂摊子的自然是大名鼎鼎的黑克勒可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HK 黑坑公司。而有意思的是， HK 在当时其实也挺倒霉的，他在90年代初因为经营问题刚被英国的皇家军械公司给收购了，所以这次求助更像是英国人对自己收购来的子公司下命令：那个德国来的，过来帮我把这堆垃圾修一下。HK 估计心里10000个不愿意，但没办法，谁让老板发话了呢？于是 HK 就成了这个史诗级的接盘侠。德国工程师们拿到这枪一看，估计也是倒吸一口凉气。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质量问题了，而是从设计根源上就出了毛病。但德国人的严谨和强迫症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对 L85A1 进行了一次极其彻底的外科手术。我觉得这基本就是除了那个无托的外壳，用德国技术重新造了一把枪。HK 的工程师们首先解决的就是那个万恶之源 L85A1 失控的枪击速度。他们没有简单的堵上导气孔，而是重新设计了枪机、抽壳钩、抛壳艇以及副进黄组件，通过优化这些零件的几何形状、重量和材料，稳定住了机枪后座的速度和定势。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抛壳混乱和零件过早磨损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对那些脆弱零件的大换血，原来的机针、垃圾柄、弹匣、卡榫等等全部被扔进了垃圾桶，换上了由 HK 用更高规格的钢材和更精密的公差制造的强化版本。
就连那个经常掉链子的弹匣 HK 也重新设计了，新的钢制弹匣更坚固，爆弹口也更可靠，彻底治好了 L85A1 随时发射弹夹的毛病。可以说 HK 的升级将 SA80 的最低预期组件寿命直接提升到了1万发，这在以前是根本不敢想的。那效果怎么样呢？数据是不会骗人的，英国军方搞了一次可靠性试验，结果简直是降维打击。升级后的版本，也就是 L85A2，发射了超过24000发子弹，只发生了51次故障。而作为对照组的其他武器，只打了13000多发，就出现了179次故障。简单换算一下 ，HK 改造后的版本可靠性暴涨了6倍还多，它的平均无故障射弹数从原来那可怜的几百发，一跃提升到了惊人的25000发。从此 L85 的口碑迎来了惊天大逆转。在后来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升级后的 L85A2 表现稳定，广受好评。那个公务员的绰号也渐渐被人们淡忘。HK 用自己强大的工程实力，硬是把这坨扶不上墙的烂泥给重新塑造成了一件合格的杀人兵器。就是不知道 HK 的工程师们在完成这个项目后，会不会天天做噩梦。在这里，咱们也心疼黑克勒科赫1秒钟。昂贵的教训讲到这里，L85步枪的故事似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别急，故事还没完。L85A2 的成功主要解决了能不能用的生存问题，但进入21世纪，现代战争对步枪的要求越来越高，模块化、人机功效、远距离精度都成了新的考核标准。在这方面 L85A2 毕竟底子还是那个80年代的设计，已经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了。于是财大气粗的英国人又一次找到了 HK， 那个德国来的，再帮我升级一下。于是最新的 L85A3 就诞生了。这次升级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让 L85 这根老枪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需求。首先 HK 给它换上了一个全新的上机匣，这个机匣由一整块铝合金鲜血而成，强度更高，顶部还整合了全长的皮卡丁尼导轨，这意味着士兵可以随心所欲地安装各种瞄准镜、夜视仪和激光指示器，而不用担心稳固性问题。而最重要的改进就是 L85A3 采用了自由浮动式枪管，简单来说就是让枪管只和机匣连接，护目、导机系统等其他部件都不再直接接触枪管。这样一来，枪管在射击时就能以最自然的状态震动，不受外力干扰，极大地提高了武器的固有精度，彻底解决了 L85A1、A2 时代精度一直被人诟病的残留问题。除此之外， A3 版本还换装了 HK 设计的新护目，外观也喷上了时髦的黄色陶瓷涂层，不仅更耐磨，也降低了在战场上的视觉特征。现在的 L85A3 可以说是一把完全现代化的优秀步枪，它终于同时拥有了可靠性和高精度，算是彻底实现了它40年前的设计雄心。但代价是什么呢？咱们来算一笔经济账。当年 HK 升级 L85A2， 每支枪的成本大约是400英镑，已经不便宜了。而现在升级 L85A3， 每支枪的成本暴涨到了1700英镑，将近20万支步枪的升级费用，前后加起来是一笔天文数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在武器开发中忽视质量控制，并不能真正的节约成本，它只是把开支推迟了，并最终让你用高得多的价格来为当初的草率和妥协买单。而这笔账单的利息就是士兵在战场上的信任，甚至是生命。除此之外，正如寒冰王座上永远需要一位巫妖王一样， L85 卸下了烂枪的桂冠，那下一位王者又会是谁呢？你说是吧，英萨斯步枪。好了，今天关于 L85 步枪的故事就到这里了。他从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天选之子，堕落成人人喊打的果汁耻辱，最终又在德国人的帮助下起死回生。可以说 L85 步枪的命运就是英国国防工业乃至整个国家在那个时代的缩影。大家觉得如果没有这一波 HK 的救场， L85 步枪的命运会是怎样？除此之外，你还知道哪些关于 L85 的冷知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